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爸爸 Steven。嗨，我是季芳。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浪漫散步的影片，那主题是生养众多。亲爱的，预备好了吗？预备好了。一些不认识我们的朋友们，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是结婚18年的夫妻，然后我们生了7个女儿。我们不是专家，我们就是像你隔壁的邻居，然后再分享一些我们在彼此聊天，然后分享我们的看法。我长大的家庭里面有7个儿子，那现在上帝祝福我们，给我们7个女儿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影片，会鼓励现在的年轻夫妻、年轻的家庭，然后也让你们大家大概知道说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的想法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生养众多。Yes。大概在1951年左右，平均每一个家庭都会有7个小孩。那可是现在2025年，平均一个家庭只有1个小孩。台湾、韩国、新加坡，像乌克兰，都是世界前几名生产率最低的国家。我们知道很多的年轻夫妻是很想要开始一个家庭、生小孩，不过因为不同的因素，他们就生不出来。我也是有亲戚，他们结婚过了10年才生第一个宝宝，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很久才会生宝宝，甚至生不出来。这个影片不是要羞辱还是论断那些人，反而是针对那些可以生小孩不过很害怕还是不愿意生小孩的人。所以我们就来讨论几个，我们今天有6个点跟你们分享。为什么人不想要生小孩的原因，第一个是人对孩子有比较负面的看法。比如说我单身的时候，在外面看到一些小孩尖叫乱跑，然后很失控，然后呢他们的父母也很无助，然后父母常常妈妈和爸爸看起来也很疲累的样子。所以在外面还是整个社群媒体对于孩子的看法比较负面，所以大家就会比较不想要生小孩。对，反而如果有正面的榜样，你看到别人有一个东西带来很多的喜乐，还是他们很享受，很自然的，别人也会很想要跟他们一样。我觉得那个正面的榜样是很重要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所以正面的榜样，其实我以前也看过比较多家庭的小孩，可能是宣教士的小孩，在我单身的时候，所以我也觉得说，其实那些小孩很可爱，会跟你聊天，会跟你互动。然后就是那时候不知道他们怎么教的，反正他们的小孩不会嘿嘿嗨嗨，然后不会尖叫什么的。其实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很麻烦的，觉得很烦的。不过如果你觉得值得，那你就会继续追求。像我们是基督徒，圣经说孩子是上帝给的祝福，诗篇127篇。现在你可以读一下吗？诗篇127篇第3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对，还有箴言17章6节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还有马拉基2章15节的重点是什么？创造人是为了繁衍后代，然后建立敬虔的后裔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想到孩子，我们会觉得说，不但也会带来很多的祝福，会祝福我们，也会荣耀我们的神，所以有很多的动机，觉得孩子很重要，很值得。对，给你看我们这里的观众朋友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他们就是鸟儿，现场的 live 的观众。所以我们觉得孩子是很重要、很值得。不过孩子一生出来不会是一个天使。我们觉得圣经教导的是，人家在伊甸园犯罪，就变成堕落了，道德上很扭曲的，所以人性本恶。所以呢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们不同意。就是每一个小孩生出来，他们都有自己原来的罪，所以我们在生养他们，一定要在过程当中要教导，然后要帮助他们自我节制，否则人很容易放纵自己的所想要的东西，吃最多的糖，然后 K 别人的头为了拿到玩具，这个都是人之初性本恶。所以父母要了解说，我的小孩生出来长得很像天使，但他们不是天使，这个道理。所以现在有一些育儿的方法是好像
用心理学来对待就是这个孩子，他是因为环境而有一些不好的反应，其实不是，是他本身有罪的本性在里面。我们要帮助他们，像一个农夫种水果树，很多的树枝长出来，不是每一个树枝都是对这棵树有帮助，还是会结果子。我们要帮他修剪，对，那修剪当下会觉得不舒服，对，也许有点痛，不过接下来这棵树的根会比较深，然后结出来的果子会比较多。所以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说到大家对孩子比较有负面的看法，那我的看法是，孩子可以让你觉得很烦很不舒服，可是呢，凡是如果我们学习怎么管教他们，那管教其实有管他们还要教他们的部分。那管教儿女的部分其实是父母的责任。那在管教他们之前，我们自己要被 discipline， 我们要是一个很有纪律的人。对，所以有一些育儿法就是会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，要什么就给什么，然后哭了就得到他要的东西。那个比较不是我们的方法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育儿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个言跟我们讲，我们下次可以再多一点分享。不过因为小孩有管有教，所以呢，其实他们可以不要让人家觉得很烦，而是让他们觉得他们好天真好可爱，然后他们有 self control 自我节制的能力，就会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人类，可以很享受他们。简单的说是有办法，你有办法，对，不是没办法。是小时候2岁，很多人说2岁很可怕，他们很野，其实不是，我们真的很享受我们的孩子。不是因为我们是很厉害的父母，就是我们有共识，靠着神恩典，我们有一些很持续性的一直教小孩子，带领他们，然后他们结出来的果子是让我们很喜乐，所以孩子是一个负担，我们很喜欢很享受。然后你看看，如果你好好的管教孩子，带领他们，其实你会很享受他们，甚至你会想要生更多，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Yes， 好，亲爱的第2个点，选择不结婚或晚婚。这个是很大的现象。现在在世界各地，很多人就是比较晚结婚，还是他们就避开婚姻。对，现在如果以文明社会的女生来讲，常常男女生会交往很长的时间，有些会从5年到10年，然后其实也住在一起同居，然后其实他们已经过着夫妻的生活，只是没有结婚。那我会很鼓励这些人赶快 make it official， 让它变成一个盖过章的，让你们在关系里面更彼此信任，然后彼此委身，然后让全世界来祝福你们。然后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赶快生小孩。Yes， 要很黑白很清楚说你是我看清，我们要走一辈子，不是在模糊的关系里面，对，看看状况怎么样，看每天的感觉，而是一个委身，你下一个决定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很多人就选择比较晚结婚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需要事业很成功，要买房子，要买车子，什么都很准备的很完完美美，才会要踏入婚姻，然后生小孩的时间变得更短。如果你早点结婚，有很多的好处。不过结婚以前，我会鼓励男生要先 put your house in order， 就是找一份工作，让你可以供应自己的需要，也可以供应一个妻子的需要跟孩子的需要。不过需要知足，知道接下来你要多少才够了。如果你可以付房租，也许你不用先买房子。如果你可以买一台2手车，然后你可以开车去超市买菜什么的，然后有够的预算可以付水电费等等，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不过你要愿意工作。所以对一些女生来讲，我知道我周围的女生其实有蛮多都还蛮想要早点找到好对象，然后稳定下来，结婚然后生子。那能够会有这种想法是一个很棒的想法。
不要觉得说你很没有用还是什么，那是个上帝给我们女生的一个想法，我们就是很想要照顾人，然后呢生养下一代就可以有一个宝宝，还是可以照顾你很爱的一个人，爱的家人。Yeah. 我们的天性就是这样，所以如果说你很想要，那是件很棒的事情，然后就要跟你的对象沟通。如果有一些男生就说我只想要交往，然后没有想要结婚的话，那也许就可以早点结束。Yep. 早点结束吗？早点结束那个关系，然后找一个因为我也认识有一些男生很想要结婚生子， Yeah. 可是他们找不到这样子的女生。Yeah. 也许以后我们可以拍影片是关于怎么选对的对象，对，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亲爱的第三点是一个迷思，女人被教导追求事业才会有价值，然后她们被鼓励追求自己的自由，不是结婚和生小孩，而是努力拼着工作。Yeah， 那我补充一下，我们不是在说女生不能参与任何家庭经济的部分。我们箴言31章也有讲到才德的妇人，她也是待在家里，不过有帮助家庭，有投资，还有管理看守。所以很多女人会帮助先生在经济那方面。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现象是很不平衡，很多女生觉得她们要担当男人的责任，就是供应家里主要的需要，还是部分50%，先生是50%，这样子就变成男生跟女生的差别，还是本性那个特质就变得很模糊。对，所以就是会接受到一些讯息，就是女性你要抬头。那可是当女性抬头的时候，你知道发生的就是女生在这个社会里面要承担男生的责任，就是要供应，有的时候还要保护，然后可是同时你有你原来的工作，就是生育跟养育你的下一代的，所以他们的重担就更重。Yeah, they're bearing double burden, Adam and Eve's burdens， 不应该是这样子。So 当然有一些 outlying situation， 如果先生受伤，然后太太要起来帮忙。不过我们不是在讲那些 outlying situation， 我们是在讲一般的家庭的状况。对，应该是男人要供应家里的需要。对，那很多女生会觉得说，我待在家里没有用，还是很多长辈会觉得说，你这个媳妇你待在家里没有用，一定要帮忙儿子，不要那么累，你也去外面赚钱什么的。不过应该是先生跟太太的决定，然后应该是先生跟太太很清楚说，如果太太留在家里生小孩是非常有价值，这个是神的设计，他的呼召，因为人类就是这样子过来的，没有妈妈就没有后裔，没有未来。对，我要鼓励的就是当妈妈是一个女生的天职，就是从天上下来给我们的一个专门的职分，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棒的一个职分，是没有人可以取代。如果当中有任何的妈妈，如果你离开你的职分，让外佣还是让家人还是让婆婆还是妈妈来带你的小孩，那他们虽然站着那个位置，可是他们不是妈妈。They're like a hired servant， 就是他们不是怀这个宝宝9个月把他生出来的最懂孩子需要的那个人。所以他们可以站着那个位置，可是他们永远不能当妈妈的工作。那你的小孩长大以后就说你妈妈为你做了什么，他们不会把外婆还是奶奶还是外佣做的工作放进去他们的心里面，觉得说妈妈为我做了这个。一旦你没有做，那你的孩子长大以后可以说的部分就没有了。所以而且当妈妈是一个很喜乐一个建造生命的工作。所以非常的值得，非常的棒。辛不辛苦呢？很辛苦。可是很值得。那我有一个经文要分享，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25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所以
这个经文我觉得很鼓励我的是，我如果是一粒麦子，然后我不是真的死了才会结出籽粒，而是我像我的那个很自私的那个我，就是把它放在别的地方，放到死亡的地方，然后牺牲，然后辛苦，生出很多的生命。那这些生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喜乐，然后很大很大的奖赏。然后在爱惜自己的生命就会丧失生命的部分，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爱我自己的生命，我要我自己从年轻就去按摩啊、医美啊、美丽啊，去 travel 环游世界、吃美食、逛街什么的。对，这些东西没有不好，但是以那个时间点来讲，我要我的老公觉得我美，可是我一定会老。然后我要大家说我身材好好什么什么，一天有一天会老去。可是如果我往前想，有一天我已经比如说60、70、80岁，我脸皱皱，然后肚子垂垂的，然后很肥胖More to love 这个时候谁会说我很漂亮呢？就是我的儿女一定不会嫌弃妈妈，说妈妈你好老好丑。我的女儿一定会说妈妈你很美。然后如果我是一个很照顾先生的太太，不是一个很刁钻很爱念的太太的话，她一定不会嫌我说哇我娶你的时候很年轻，你现在变得这么苍老。就是这一些周围爱你的人会继续觉得你很美，可是那个美不一定是外表的美，而是内心的你为他们的付出的美。所以我要说的就是非常的值得，你要往远处看，将来你的病榻上面你要有谁在你的身边，那这些就是你值得舍掉你的生命为他们而活的人。而且他们都很明显，孩子最需要的时候，最软弱的时候，他们看得出妈妈的付出。他们不笨，他们知道妈妈很累，每天起来还是半夜起来带他们去尿尿换尿布，还是他们在车上呕吐，还是哭闹你在身边陪着他们，牺牲你自己爱他们。难怪很多人长大成功之后就是在台上面在赞美夸奖他们的妈妈，因为他们知道妈妈很辛苦，是妈妈很牺牲自己为了照顾育儿带领这些孩子，所以这个是无价的，it's priceless。然后先生也会看得出来，太太也很牺牲他自己照顾这些孩子，他们两个都年老的时候会好好的享受妈妈的付出跟牺牲。如果你选择家庭，选择孩子，这个不会遗憾，你到年老的时候回头看，你会觉得这个是值得。那亲爱的，第4个主题是什么？我插个话题一下，我们最近有一些新的产品，有一些漂亮的很适合在春天穿的一些蛋糕裙。然后真的在研发一个完全新的设计，这几个月会放上去网站上面。所以你可以到 metzalife.com， 除了裙子之外，我们有全新的307，还有花莲的茶，还有新的包装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些茶是很健康的、好喝的，所以可以去网站上面购买。然后 Joanna 有一些手工的耳环，她也很认真在家里组装一些耳环，希望你们喜欢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些围巾可以绑头的，还有脖子的一些围巾，真的很漂亮。棉是日本的棉，品质非常好。请到 metzalife.com 去购买，谢谢你的支持。第4个是生养孩子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。
OK， 我们之前有拍影片是大家庭经济影片。其实你有孩子，很多方法可以省钱，你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的钱。不过如果你一直跟别人比较，你会觉得说，哦，别人有很好的婴儿推车，还是很好的车，孩子才安全，还是房子要多大，还是孩子要去补习学哪一些东西。如果一直跟别人比较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自己供应的都不够。不过其实不是这样子，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彼此相爱的爸爸妈妈，是家庭有爱，对，比家庭有很多东西还要重要。你教他们品格，你在家里陪他们，他们就可以很快乐。所以有一些我们的看法，如果我想要买新房的话，如果你有够的钱可以买，如果经济比较紧的话，可以用租的。我们结婚18年到现在还没有买自己的房子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租也可以。对，车子的话也不一定需要买新的车，也许你可以买一台安全的二手车，也可以。那教育呢？教育可以在家自学，或者是你孩子如果念一般的学校，可以考虑到底要补习还是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东西，所以都有选择。You always have a choice。而且网络上的资源非常的多，我们的人脑一直被一些已经是成定案的事实，已经不是那个年代。现在要学的是技术，是工作态度，是沟通技巧，是创意。那个基础，那个 foundation 是品格，一个对世界有兴趣、好奇的一个心态。你未来就 OK 了。你现在如果背诵很多未来电脑、机器人可以做的事情，其实不一定没有用。安全的工作可以做，有可能会被取代。其实很多的省钱的方法。那食物呢？小孩吃很多那食物的话，在台湾也许去哪里买菜呢？去菜市场买菜。然后就是全联还是什么一些大卖场的价钱稍微高一点，也许有一些差不多。可是买一些菜市场的摊贩的，就会可以买到比较多，量比较大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要跟人家比较。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状况，只要你喜乐，你快乐，你不要抱怨，然后你过着简单物质生活，不那么丰裕的生活，只要你快乐，其实周围的人不太会说你怎么样。不过你要保护你的心。如果你常常 hang out 的人，你常常跟你的同事们还是兄弟姐妹，也许他们比较有钱，然后过得比较富裕的生活，他们买很多东西。如果你发现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受到影响，也许你需要划点界限，还是比较少跟他们在一起，因为那个会影响到你对于钱的看法，然后也会影响到你工作的态度，然后你愿不愿意为了赚多点钱而牺牲家庭。对，因为我要买一个新房子、一个新车子，而我没办法再生了，这种状况就我们不鼓励。对，如果你在怀孕的是你的车子就要换大台，我觉得拜托，一个孩子当然比车子还要重要。对，你换大台的10人的 bus 还是接驳车这样子多么精彩。我的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 go big or go home， 你只活一次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死， we're all gonna die， 对不对？Braveheart 一个电影里面，还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，说 Every man dies, but not every man truly lives。 这个很棒，就是很提醒我说，我们迟早每个人都会死，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好的活。对 ，So 生一大堆小孩，生养众多，过着刺激一点的生活也不错。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钱，通常是钱是一个看得到一个好东西，可是呢，它不是最重要的。很多最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说爱、喜乐、平安，一个孩子就是安全感，然后自我形象良好、谦卑，然后看重工作的态度，这种东西都是看不到的品格，对，还是看不到的一个形体。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从家里建造。Yes， 家里要是没有给安全感，妈妈从小新生儿一生出来就都给不同的保姆照顾，这些是你看不到，可是将来有一天你收到那个果子的时候，你就会吓一跳，说哇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
所以钱不是最重要的，可是父母彼此相爱，守在孩子的身边，然后生他们，给他一些手足 ，Yes， 是比较好的。Yes， 还有一个经文 ，God looks at the heart, man looks at the outside。中文是人是看外貌，然后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。Yeah， 所以很多人会为了跟别人比较，就会觉得说我需要买这个买那个，还是我的孩子需要学这个学那个，就会受到影响。不过如果你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，那个果子会更美好。对，好，第5个是人家对未来很焦虑。他们怕政治的环境，还是人口太多、地球暖化等等。一个小小的秘诀是少看一点新闻，你就不会那么焦虑。或者你看了新闻，不要把它当成这个是你人生的这个拦阻。对，很多人会说末日快到了，快来了，所以我们不要生小孩，还是现在的环境社会那么乱。所以我们就不要让孩子进入到这么黑暗的世界。对。不过以基督徒我们的立场，我们的原则是，神跟挪亚跟亚当说要生养众多。其实我们也要是世界的光跟世界的盐，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，而不是躲起来，然后等着上帝回来。我们要影响到这个世界。让我们的生出来的小孩可以变成社会的贡献，然后变成别人的祝福。那其实说到这个担忧跟焦虑，其实比较掌控型的人，通常就是住在都市，什么通通都是可以掌控。如果你是个农夫，还是你是一个养动物的，通常有一些动物生病啊，还是跟农作物的太阳出来雨的量，这些人就会比较知道说世界没有办法掌控。可是住在都市的人喜欢什么事情都掌控，所以当说到生小孩的时候，同时也会说小孩太失控了，然后呢就会开始担忧。那其实我会觉得担忧的人呢，就算没有小孩还是会担忧。对，他们会怕股票会跌，还是未来对，很多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会发生。不过无论有没有小孩，一定会这样子，孩子不是借口。所以我鼓励，如果夫妻里面有一个没有那么担忧型的，然后他可以就跟彼此讨论说我们凭信心就生几个宝宝，然后每一天的恩典都够，每一天过一天的过日子，一定可以把小孩生养得很好。Yes， 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，比如说摩西要带着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，他们就是要凭着信心，他们那边没有田可以种菜什么的，神就说他会供应，你就跟随我。对。然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一直跟他说不要害怕，要凭着信心 ，Be of great courage, do not be afraid。那我们基督徒也是有一个依靠，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。虽然这个世界很黑暗，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很负面，很容易让人家很焦虑。不过如果我们每天祷告，每天思考默想他的话语，我们会知道我们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，他也与我们同在。So 要有信心，也许你不知道未来的工作怎么样，会住在哪里，你的工作会是什么，不过生孩子，然后带领他们。如果爸爸是一个船长，然后他知道大概的方向，我们的家庭会往这个方向。他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这个船会不会遇到海上的台风，还是海贼、海盗什么的。不过你可以讲说，我们如果碰到这种情况，我们会尽量怎么面对。然后跟先生跟太太就是讨论说，我现在有这个工作，万一我失业，我很愿意去外面找另外一份工作，还是我可以同时有2-3份工作，我都会供应家里的需要。这个责任我来扛。你就常常沟通，分享你的想法，就给他们一点鼓励，让他们不要害怕。有一个中文的词叫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就是上帝不会断绝你的后路。他不只不会断绝你的后路，而是他会供应，然后与你同在。Yes。对。God's blessings, God's will have God's provision. So 神一定会供应。对。Yes。供应。好，第6个。最后
很多人会说政府的政策无效，还是说不要生小孩，现在生产率那么低是因为政府的补助不够什么的。其实这个是错的看法。政府的责任不是供应一个家庭的需要。当然他们可以减少他们叫老百姓付的税，这个会帮助很多。有帮助。对。所以政府给的补助其实不是他们的责任，不是政府的责任要帮助我们养小孩，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，把自己的小孩供应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养大，变成一个健全、对社会有帮助的人。不要等着别人给你机会，还是做什么你才去做你该做的。也不是阿公阿嬷，如果阿公阿嬷给你房子还是给你补助，他们当然可以祝福你，不过不要等着别人。对，你才去做你该做的。生养众多真的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，不过我们要鼓励年轻的夫妻不要害怕。Put your house in order， 中文有没有一个说法？修身齐家，可能是比较像齐家吧，把自己的家里弄得就是管理的有次序。然后才能治国，才可以有一个健全的国家，然后才会天下太平。Yes。所以年轻的男生就努力的工作赚钱，然后跟你的对象、你的女朋友好好的沟通，说你们未来的方向如何，然后鼓励他，如果他留在家里生小孩是多么有价值，他顾好家，然后你在外面打仗赚钱，供应家里的需要，然后生一大堆小孩，早生贵子，然后你生小孩之后要好好的管教，你管教他们的时候会变成很大的祝福，你会有很多的喜乐。每天我们醒来看到孩子，不会觉得说我的负担来，而是过来给我拥抱，我很想要跟你在一起， 对不对？每天早上起来就有7个拥抱，多么的好。对。可是呢，重点是我们要教小孩说，妈妈一起来，你们一定要跑过来跟我说妈妈早安。Yes。所以这是要教的。可是教一次之后，每一天早上都会有7个拥抱跟妈妈早安，多么好。对啊。对。真的孩子真的是很大的祝福，你好好的教他们，然后他们以后会变成你最好的朋友。他们也是长大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可以当他们的好朋友，然后每次聚在一起就很喜乐。他们也会变成世界的很大的祝福。我要鼓励那些年轻的男人，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的男人，如果你已经结婚有孩子，还是你和太太还在考虑要不要开始一个家庭，你未来不但要供应家里的需要，不过也要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可以很主动的带领你的家庭，可以跟妻子沟通，回家跟孩子有互动，当一个好的爸爸，一个好的领袖，而不是赚钱回到家滑手机然后做自己的事情。其实你的太太未来的孩子很需要你带领他们。生养众多，生小孩是非常值得的事情。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。那请你在留言的地方分享一下，你对于今天的任何的点子有没有多的想法，可以造就更鼓励其他的观众。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， 我是季芳，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